这是一个面包车，50荣光啊，它现在是啥问题？咱们看一下。现在我当时车主找过来以后，问题就是挂档啊，挂到三档上，有时候摘不掉，三档还在上面挂着呢，但是你还能挂其他档，挂其他档呢，就成了挂两个档了，挂两个档一松油门它就熄火。所以说有时候吧，这个三档还能摘掉，能摘掉以后再挂其他档就没问题了。比方说摘掉了以后，它就挂一档就能起步了。跑着跑着突然挂到三档啊，挂到三档再摘不掉了，然后再挂其他档挂不上了，知道吧？所以说现在它是变速箱内部的一个问题。现在咱们基本上该拆的都拆了，就差一条螺丝，变速箱就掉了。但是呢，轴还没抽出来呢，传动轴还在变速箱里边插着，因为一抽轴的话，油就漏出来了，所以先放油嘛。现在是刚把油放了，这个放油堵一松下来的时候，这个问题它就找到了。看一下放油堵上这个，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？铁销子。这个销子，这种的销子是插在脖叉上面的啊，脖叉上面才有这种销子。这个销子断了以后，说明脖叉跟它那个轴就脱离了。所以说这个情况就是，它一旦断了以后，有时候你能挂上，但是有时候摘不掉；有时候你摘掉了，但是挂不上，就是这个销子断了的原因啊。现在咱还没彻底拆开，目前把油已经放完，咱就彻底拆开看一下。现在咱们这个变速箱已经给它拆下来了，目前就给它打散，全部得把上层，它总共3层盖，一个大瓢、中壳跟尾壳，把这个尾壳揭掉，中壳得抠下来，才能看到这个3档的同步器。3档的同步器没问题，脖叉跟它那个轴的销子断了，现在拆开看一下。看一下，现在已经推掉，看这个，这个看到里边销子谋了，这个看到吧，里边销子没了，因为对面有孔开的。现在咱们这个已经拆开了啊，整体来看，这个变速箱磨损不大，
问题是出在哪里？就是这个变速箱放油堵放出来油的时候，这个断的拨叉它是出在哪里？可以看到，就是断的就是这节，就这个啊。现在看它是哪里的？首先咱们讲解一下它这个啊，这个齿这个拨叉的话，过来连接这个轴，轴插在这个拨叉上面，这个拨叉也是插在轴上面。拨动这个拨叉呢，这个拨叉去拉动同步器啊，这个可以看到销子它是正常插在里边的，这是1、2档，然后这个是3、4档，这个拨叉上来拉动3、4档的这个同步器，但是呢，可以看到问题就出在这里啊，这个拨叉销子没了，它现在处于一个晃动，看到了吧？这样上下的时候，有时候趁劲儿了，能刮上点劲儿，你可以看到里头断的还有一点边缘在上面呢，所以说有时候能趁上劲儿，它就能挂上，有时候就挂不上，有时候就摘不掉啊，空的在这儿，3档、4档它都是挂不上的，空的。但是呢，一旦它挂上去以后，你摘不掉，这就是个麻烦事儿了。你就得3档悠着走，你挂其他档一松，它就得熄火，所以说把其他档就得摘掉。这个它为什么挂上3档还是能挂上其他档，或者是挂上4档还是能挂上其他档？这是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它断了以后，有时候你一趁劲儿，你比方说往下咔吧挂上了，对吧？现在可以看到挂上去以后，这儿还是显示在空档的位置，对吧？这就是因为它断了，它的轴不往下下，所以还是个空档的位置。你挂上了之后，再挂其他档，挂2档，一台离合就熄火了。所以说其他都没问题，就这个断了。可以看到残留的断的还在里边。这个问题当拆的时候一放油堵，它在那个放油堵上面有个小磁铁，上面吸着呢，里边也没有其他的磨损，就这一个。其他齿轮刚才都检查了，都是正常的，所以说今天晚上就解决战斗，把这销子砸出去，重新找一个销子给它搞进去，搞紧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就这一根小铁棍的问题啊！看一下，现在咱们这个轴已经拆掉了，这边它是个平的圆的，就是说明这边没断，只断了这一头。这个问题要么就是出厂的时候导致的，要么就是说后期松旷了，往这边窜了，往那边窜了以后，拨叉呢它只逮这一面劲儿，所以说逮着给它逮折了。但是呢，它要是说往这边多砸点儿，或者是没往这边窜啊，别管什么原因，它能均衡的让这个销子使上两面都使上劲儿，它就不可能断的。只有这一面在逮劲儿，逮着软了，软着就断了。是吧？就是这个原因导致的，咱们把它砸出去，重新换一个。OK， 现在已经掉出来了啊，它这个明显的就是一头使劲儿给逮断了，逮的那个一头都圆乎变细了，所以说基本上就是一头使劲儿逮断了。已经装好，重新给它上了个这个螺丝，这个螺丝呢，它是粗细正合适的，但是拧进去呢，稍微使着一点点劲儿。但是你要是说就这样拧着吧，它肯定会脱，因为使的劲儿不是特别大，所以呢，它这个长度咱们看刚刚好，这边出来了，那么好，咱现在拿电焊机给它呲2下，给它呲2头都拖不出去就可以了。这头呲了个大头，它就拖不出去了。这头呢是一个螺丝的帽，就是它原本的一个帽平面，所以说2头都拖不出去，粗细正合适，这就完美解决了。现在就这一根销子，咱就是配了一根小螺丝，除胶，重新打胶，全部装好。
咱们这个已经装好了，马上给它装到车上去。这个已经装完了，咱们去试车。现在那车已经弄完了，咱们给车主打个电话。他刚才已经打过来问能开不，已经跟他说好了，他还没过来呢。喂，你好，哎，那个，你什么时候过来开？你这会儿在吗？在呢，在呢，在呢。啊，费用大概是多少啊？我先得给公司说一下吗？他这一共是650， 650，给优惠点呗。这真没多要。这个拆开变速箱里边呢，知道吧？啊。嗯。这里面都换啥了？里边就是脖叉的销子断了。脖叉销子断了，换个那个。对对对。然后那别的就没有了。别的没了，嗯。哎呦，那650，给优惠点吗？咱就换了个东西嘛，对吧？对，他东西倒是没多少钱，主要就是麻烦，知道吧？啊。嗯。我知道，那肯定要挣手工费的嘛，对吧？你给咱优惠点嘛，主要是公司不给我报这些。这真没多要，你这其实按正常来说，我昨天已经给你打保票了，就是说不超700。本来预算的是大概应该是脖叉上面那小盖儿，它不用打开变速箱的，换个小盖儿就完了。结果不是小盖儿问题，所以才把变速箱给拆解了的。啊。嗯。那您给咱优惠点呗。给你600块钱，600块钱，好吧？600，那我给公司说一下。嗯，好嘞，嗯。好嘞，好嘞。好，嗯。车在那儿停着呢，都装好了，后边也给你装好了。之前后边螺丝一个也没有，开个票呗，配的螺丝。开个票，给你钥匙。不多要，我也知道，因为我说实话，我刚开始学的专业。你看呢？我知道你学的专业修车，你要是早跟我说，你说一开始修之前，你哪怕说，你给我多开点儿，对吧？我得掏钱的，然后你现在相当于从我手里，我辛苦费，这真的都是辛苦费。我明白，这个确实挺辛苦的。对你这样就是，你这就是你坏到第一个地方，就是他给你拆护板呢。啊，不是，是我在学校学的专业就学了这个，学的汽修。他给你拆护板呢，就是他跟你说修花多少钱大概？花2000多，公司不同意，公司说2000的话1分不掏，然后就把车就开走了。2000多啊。主要是公司这车也值不了多少钱，这车本来不知道倒了多少手了。真没给你多要，真没给你多要。变速箱拆散的，知道吧？光功夫都，你说，干一天我看人家去工地上一天还他妈400那一个人，对不对？50，再花个50。真花不了。再花个50。真花不了，不是我不给你花，真花不了。咱再花50不多。我一开始给你要650，都花掉50了，对不对？这也不差这50，这50一花我就不多要了，绝对不会再要了。我顶多花30。30？就50嘛。顶多花30。40。那我不花了。30就30。这真没多要，知道吧？30。我微信扫哪块？扫这。微信收款570元。有的客户啊，往往你给他优惠了，他觉得还是不够优惠。就像这位客户，他是车坏在路上，结果先在别的门店检查的啊，
直接坏在别的门店附近了。3档邮着过去之后，人家给他一拆，把底护板跟挂挡壳都给拆掉，检查说是变速箱里边问题，需要花费2000多块钱啊。结果他在高德地图上搜的我电话，我在高德地图上评分是最高的一个，在这附近。搜完之后打电话过来，之后我也没办法准确的给他说哪里问题，我说你开过来，我给你检查一下。3档邮着过来了，邮着过来之后一检查，结果是变速箱里边问题，我给他报价是700以内，绝对给你解决这个问题，对吧？所以说他说可以，但是呢，最后咱们拆解完以后就是一根销子，说白了功夫的时间，给他报的650，结果拉下来50。过来之后他还要拉，因为他是司机嘛，他想从里边拿点钱，他说这就办的不对，知道吧？不地道。你如果说想拿钱，你早点说嘛，对不对？你早说，如果说600修好，对吧？你说哥们儿，你给我开800的票，或者是咱们直接说800，你给我匀出来200块钱，这样也行啊。你到后来价钱也拉完了，你要从我手里拿钱，这本来就是辛苦费，对吧？所以说，你有时候你给他优惠不了啊，他觉得你反而赚的更多。你如果说让他修一下2000块钱，你给他优惠200块钱、300块钱，他感觉优惠还挺高。所以说没办法，这往往就是一个心理作用。这就是太实在，心不够狠。你但凡狠点，跟他说里头换了好多东西，报个1000多，比别人便宜点，报个1500，你给他便宜200块钱，结果就换根铁丝，便宜300、400，他也乐意。